2020年，浙江村民在深山中发现了一种看起来像是几种动物拼接起来的怪兽，头上长着犄角，面部看起来酷似山羊，全身长着像马一样的鬃毛，却有一双驴耳朵。村民发现它的时候，它正蜷缩在山坳里，浑身上下布满了伤痕，已经身受重伤。这位大爷发现的四不像究竟是什么生物呢？它全身出现的伤口从何而来？由于无法判断它是否具有攻击性，这位大爷赶忙回到村子里通知其他人，看不到四不像的长相。有人推测它可能是传说中的天马，也有人说这或许是哪个神仙的坐骑。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，村民们决定报警。民警推断这可能是一种数量十分稀少的野生动物坎，于是派出当地的专家前来调查。专家赶到的时候，这只四不像正蜷缩在草丛中吃草，看起来非常警惕，但是对人类没有攻击性。经鉴定，专家确定这是一种珍贵的野生动物——中华猎羚。中华猎羚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灵栖兽类，它们的长相很有特色，身体毛发一般呈现黑灰色，面部像是山羊，从颈部到背部长着白色的鬃毛，这是它们最为明显的特征。由于外形像是鹿、牛、羊、驴的拼接起来的动物，中华猎羚和麋鹿、驼鹿、驯鹿一起被人们叫做四不像。中华猎羚为何被叫做天马？它真的是姜子牙的坐骑吗？猎羚的警惕性极强，小心谨慎，但它却是飞檐走壁的高手，已在悬崖峭壁间自由穿梭。这主要得益于它极佳的视力以及平衡能力。在岩石间行走的时候，中华猎羚的主蹄主要负责支撑自身重量，而副蹄则增加与地面的摩擦力，牢牢抓住地面。猎羚的蹄子上有一层富有弹性且十分柔软的角质层，在行走和奔跑的时候，这层角质层可以增加对地面的附着力，因此中华猎羚可以在岩石间来去自如，在悬崖上如履平地。如果山间恰好有云雾，这个时候猎羚在岩石间穿梭，远远看上去就像是脚踏祥云，因此人们将中华猎羚称为天马。猎羚虽然有在悬崖峭壁间穿梭的能力，但它并不是只生活在悬崖上，有时候也会来到草地上活动。猎羚是一种群居动物，但它却喜欢单独行动，一般不会聚集在一起。猎羚的脾气非常急躁，领地意识很强，会和其他动物一样使用自己腺体中的分泌物来标记自己的领地。领地内任何细小的变化都无法逃过它的眼睛，一旦发现有异常，它就会保持警惕，将其恢复原状。为了保证自身安全，猎羚主要生活在人迹罕至的高原或者山区，一旦发现人类的踪迹，它就会立刻远离。有时候研究者在它的领地周围安装红外相机，它也会观察很久，确保没有危险之后才会离开。作为一种生性机警的动物，中华猎羚大多都在黄昏和早晨的时候外出活动，主要以植物为食，有时候也会舔食盐渍，用这种方式补充身体需要的盐分。生活在高原活山地的中华猎羚为什么会出现在深山中，并且身受重伤呢？由于猎羚的生活环境遭到了破坏，再加上会有人专门猎杀动物，为了保证自身安全，猎羚只能生活在十分隐蔽的山林中。浙江村民发现的这只猎羚可能是遭到了人类的追捕，身受重伤，为了逃命只能暂时生活在深山中。为了让猎羚更好的养伤，专家建议先将这片地区进行封锁，为猎羚提供生存环境，并清除了猎人设下的陷阱，让猎羚可以安心的在这里生活下去。猎羚在我国的分布广泛，但它们的数量非常稀少。作为一种攻击力较差的食草动物，猎羚处于食物链底端。在自然界中有很多天敌，像是猞猁、雪豹等动物都会捕杀猎羚，而中华猎羚也有一定的自保能力。在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它头上的尖角可以作为攻击武器，再加上猎羚可以在悬崖峭壁间活动，拥有独特的逃生秘籍，这让很多对手都望尘莫及。真正让猎羚数量减少的原因其实是人类活动，盗猎者的大量捕杀是猎羚最大的威胁。猎羚全身都是宝，体型壮硕，可供食用，身体皮毛质量极佳，是可遇不可求的好货，这就引来了盗猎者的捕杀。不过近年来偷猎行为受到严厉打击，再加上我国规划了多个自然保护区，中华猎羚有充足的食物来源以及安全的生存环境，在这里它们不会受到天敌以及猎人的捕杀。相信在未来，越来越多的猎羚会进入我们的视野。